那么病人呢，第二个特点呢，他就要用力来吸气，用力来吸气，而且吸气以后他会感到比较舒畅。一般的呼吸他认为呢吸不进去，只喜欢吸气而且呢要用力来吸，这个就是不是一般的气喘了。抬肩来帮助吸气，说明这个病人呢他是气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产生这种要抬肩呼吸才能够吸气的原因呢，我们临床上呢可以见到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肾不纳气，一种呢是中气虚弱，或者是心气不足。而且这种病人呢多数是长时间的漫长的这个气喘，就是说这个发病的时间比较长。这种也是咳嗽气喘经常发作，而且呢有的是十几年几十年了第三个呢就是心气不足。走路的时候他感到心悸气喘，这个是心气不足的。那么究竟这个病人是属于哪一种情况呢？我们来看看他的兼症，是肾不纳气呢，还是中气不足，或者是两个都有问题，脾肾都有问题一个面浮肿，产生面浮肿的原因一般是考虑肾阳亏虚，由于肾阳不足，不能够化气利小便，引起呢小便不利。小便不利嘛，它的水湿就会内流就既以内就亦以外，于是呢会产生面部的浮肿。这个症状两个症状合起来其实是脾肾都可以的。脾虚它不能够运化水湿造成呢小便不利，也可以出现呢浮肿的。一般来说脾虚多数是并发四肢浮肿比较多，因为脾主什么？脾主四肢，所以四肢浮肿明显的先考虑脾虚。如果单面部浮肿，小便不利而且呢这个呼吸困难，需要抬肩呼吸，这两个合起来考虑呢，那就先考虑是肾阳虚，是吧？肾阳虚。如果这个病人他是面又浮肿，四肢又浮肿，那么我们考虑什么呢？脾肾都有问题，脾肾阳虚
其次呢，我们看这个脉，这个佛大脉是有力的还是无力的？无力的。佛大无力的脉象，脉大为劳，中空既虚又为劳，就是大而中空，既虚或者是沉细这种脉象也是属于虚劳，是吧？所以它就不是实证了。你们不要看到摸到病人的脉，脉很大，是实证。这种情况呢，就往往就把你的诊断搞反了所以佛大无力是虚阳外浮的表现，虚弱的阳气上浮或者是外浮了，所以就会出现这种脉象。那么从他的这些脉证来看，他条文只是指出这种上气的病人他的主要脉证，其实还应该有什么，还有一些症状或者是色相，还有一些症状他没有讲的，应该小便怎么样？小便不利色相呢，舌头呢淡胖苔白而润，而且脸色怎么样呢？黄白的，脸色黄白的。那么这些结合起来，就可以做出一个明确的诊断，这个病人现在是脾肾两虚或者是肾虚的，而且是阳虚这个是一个虚寒症。所以我们治疗这种病人呢，应该是温肾阳为主，温补肾阳为主这个重用呢这个附子、肉桂有时候还要大量的人参。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来进一步呢健脾利水，比如说真武汤真武汤就比较适合了将真武汤来加减，根据情况进行加减，就比较适合了。如果这个病人出现不断的下利清谷，下利清谷不止那就是什么问题呢？说明阳气很虚弱阴阳之间呢失去了维系了，虚弱的阳气就会上浮，它再下利清谷不止的话呢，那么这个阴液呢就下夺了，阳气就上升，阴液就下夺，就会造成什么情况呢？阴阳离绝。所以它是一个危重症在原文讲加下利就不治，就是说病情非常危重的不治就是不是说完全不能治，那你也得尽力的抢救，是吧？尽力抢救，这个是作为一个医务人员应尽的责任。但是呢，这种情况你必须要跟家属先交代清楚，病情情况危急，我们会尽力抢救。如果尽量努力都抢救不过来，家属是可以理解的。要不然家属不理解，以为这个
是一般的哮喘，那么就容易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纠纷啊。所以我们临床上看病一定要尽自己的努力啊。第二呢，就是要适当的将病情呢跟家属做一个交代。这个是危重病的虚寒症啊，属于虚寒症的咳嗽上气。第4条呢是上气喘而燥者属肺脏，易着风水，发汗积液。这条呢是属于一种实证的气喘咳嗽上气。刚才是讲虚寒症，现在呢是一个寒实症啊。肺脏，什么是肺脏呢？原文讲到上气喘而燥者属肺脏。上一节我已经讲过，肺脏是咳嗽上气里面的一种特殊表现。它从病因上来说，肺脏它的成因一个是外邪，有外感的因素；第二呢，内因或者是里因。就胸膈里面原来呢就有痰饮停留的，不过平时它没有发作，气喘不严重。当它有外感的时候，也就是说西医认为是这个有上呼吸道或者是肺部感染的时候，这个人的哮喘发作了啊。所以它是一个是有外邪引发，第二呢是原来就有里引的。在这2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肺是主表的，现在肌表呢有风寒之邪的侵袭困郁，那么影响了肺的宣发和肃降，影响了肺气，是吧？再加上它里面原来胸膈里面有痰饮的，所以在2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呢，就变成了这个肺气。肺气就困郁，就是受到困郁，严重的困郁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病人就会不单只有感冒的症状，会有咳嗽、气喘、吐痰的症状明显加重了啊，甚至还会有出现呢烦躁的现象。为什么这个时候病人会有烦躁不安呢？原文讲到上气喘而燥者，就是说病人有明显的烦躁不安的症状。为什么？因为表有寒，里有饮，肺气受到困郁，肺气郁怎么样啊？气郁就化热，所以这个烦躁是因为气郁引起的，气郁就化热，所以病人呢会出现明显的烦躁不安啊，再加上呢他坐又喘，躺下来就更加喘，需要半卧位的休息啊。
所以上气喘而燥者，属肺胀。属肺胀，是肺气胀满了，困郁了啊。那么从病因上、病机上来说，一个是外邪，一个是里隐，一个是什么？什么热，是吧？表寒里热，加有痰饮平流，3个因素在里面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易着风水了。什么是易着风水？什么是风水？首先我们要知道，风水简单的来说，就是在水气病边他会讲到啊，水气病啊，就是水肿病来分为这个风水、脾水、正水、实水。风水呢，按照《游在经》的说法，简单很好记，就是因风治水。因风治水，就是说，因为有感受了风邪以后引起的水肿病，就叫做风水。所以风水的主症是什么呢？除了首先是面目浮肿啊，然后呢有恶风乏热、脉浮，就叫做风水了啊。为什么阴风还可以引起水肿呢？感受风邪或者是风寒之邪，为什么可以引起风水呢？所以我们经常要自己去悟啊。因风治水，就是因为它有外邪了，困郁了肺气，肺导致呢肺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失职。水气不能够宣发，不能够通过发汗而外出啊，因为肺为水上之源呢，是吧？第二呢，它不能够通调水道下输膀胱，造成小便不利，所以水液就内流了。流在哪里呢？首先是流在面目浮肿。为什么风水首先出现面目浮肿呢？对呀，在上，《内经》讲过啊，这个高巅之上，微风可到，面肿夜风啊，所以感受风邪可以引起水肿。小孩子啊，就经常可以看到急性肾炎啊，急性肾炎的小孩子啊，先有呼吸道感染、咽喉痛、发烧、咳嗽，过几天可能他的感冒好了，或者是还没有好，就出现脸上浮肿了，小便短少啊，这个就叫做西医诊断为急性肾炎。那我们中医认为是因风治水，肺气困郁，所以易着风水这4个字讲什么呢？就是说病人由于水饮内流、风寒外束、肺气胀满，导致呢水液的停留，就会出现呢水液积表。那有什么症状？就是
脸上、眼睛或者是整个面部都是浮肿了，这个就叫做易着风水啊。那么这种情况治疗的原则是什么呢？原文就指出发汗这一。如果他是风寒、恶风、无汗，或者是手汗、头痛、发热、咳嗽气喘，那么这个是外感什么风寒还是风热？恶风、恶寒、无汗和手汗，那是外感风寒的表示症如果他是恶风、汗出、口渴、咳嗽、气喘，那这个是感受什么？风热是吧？或者是风邪，或者是风热，有口渴的是风热他就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考虑跟他疏风清热、辛凉解表、兼宣肺，和同时用一些利尿的药。所以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解表你这个表邪不解，他老是困于肺气，他的咳嗽气喘是不能够治不到的。你用再多的止喘药也治不到，再多的止咳药、宣肺止咳药也没用。关键就是要发汗。所以张仲景提出一个原则给你，至于用什么方，你根据你的诊断外感风寒还是风热还是风湿，有的人是外感风湿的他脸上浮肿，但是呢全身四肢骨节疼痛酸痛有外感风湿的这个麻杏益肝汤都可以用的所以这种情况呢，他告诉我们肺脏是有外寒里隐而且化热引起的，它可以引起咳嗽气喘，同时还可以出现呢脸上浮肿就相当于风水了。那么治疗必须要发汗，所以同学们，你们治疗咳嗽跟人家治疗咳嗽，或者是自己开药治疗咳嗽，不必要用过多的什么止咳药，最重要的是要跟他解表，看清楚是外感风寒还是风热。所以我经常治疗咳嗽，我是只用一个杏仁，或者是用一个桔梗，最多是桔梗杏仁同用，其他的药都是用在解表清理解表清热，或者是这个利湿这方面去，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咳嗽气喘治好。这个是实证是表寒里隐的实证，需要通过用辛温发汗的。具体用什么方药呢？他就没有讲了，我们可以根据病人的情况分别使用下面讲的很多条方都可以考虑的。这个是辨证方面。至于治疗，还有这个是关于喘症虚喘和实喘的鉴别，顺便提一下。那么咳嗽气喘呢，分虚实。如果是实喘，刚才讲的表寒里隐的话，
一般来说，它起病呢是比较急躁的，急躁的。而且现在来看你的时候，来看病的时候，它就有外感表征的症状。第二呢，病人的气喘咳嗽的声音是声高细粗的，讲话都很大声的，同时呢，病人呢会有自己感觉，他感觉到要把气呼出来，就感到胸部呢比较宽松一点，不然他就感到胸部很胀，堵住一样，呼吸不来。所以以呼出为快，注意这两个症状西式的鉴别，它是以呼出为快，因为它里面有离隐的，或者是肺气受到困郁的，所以它是以呼出为快，要把气呼出来，就感到舒服一点的而且脉象是属于实的，浮缩有力，或者是浮紧有力，或者是浮滑有力，这些脉象都是属于实症。那么虚症呢，它的起病是比较缓慢的发病的时间比较长了，甚至有的是医了很多个医生了，看了很多医生了，都看不好时间比较长了。第二，从症状上来看，这个病人呢喘而气切，这个呼吸讲话的声音都是低微的气切就是病人讲话的时候，气喘的时候呢，感到接不上气，而且气息呢比较微弱没有什么力，讲话声音低微的呼吸呢也是比较低微微弱同时病人呢会有一种感觉，以肠易系为快。什么意思呢？他经常感到呢气进不去，所以呢要抬肩呼吸，深深的吸一口气进去，他自己才会感到好像这个气呢已经到达了丹田了这样他就会感到舒服。以吸气，长一吸就是深深的吸一口气，他就感到很舒服，因为他肾不拿气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深深的吸一口气，很舒服。这种呢就是虚症和实症的这个鉴别要点鉴别要点。脉象呢是虚大的，刚才讲的大而无力或者大而中空这种脉象，这个是虚实的鉴别。下面呢就分开讲。第一个是痰浊涌肺的，第6条原文是咳而上气，喉中水积生，涩甘麻黄汤主之。那么这条原文它是讲呢，属于寒饮郁肺，寒饮郁肺是属于寒痰寒痰困郁在肺的症状。
那么病人的主要表现呢，就是咳嗽、气喘、喉中水积声。咳嗽、气喘啊，它是寒痰郁肺引起的肺气不宣。那么它咳出来的痰颜色应该怎么样的？清白的，起泡沫的，清晰起泡沫的，很容易咳出来的啊。这个是寒痰的表现。第二个，可以听到喉中水积声，就是喉咙里面啊，就好像有水鸡在哪里叫一样的，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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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痰的，就呼吸的时候，它都可以听到，不用听筒你都可以听到啊。那么这个症状呢，就是寒痰停留在胸和气管，是吧？阻碍了气道，所以呼吸的时候呢，气的出入就会触动了这个寒痰虚痰，于是呢就会发出喉中水积声，就是痰气相积啊。至于这个水积声，我看由于很多住家呢，他在哪里打架？有人说这个水积声，这个水积是指什么呢？有的住家就说它是山鸡的，山上的山鸡野鸡叫的声啊。有的住家说不是，他说是青蛙叫鱼的声。至于是青蛙还是山鸡，你就不必要去分了，就不必要去分了。总之，病人在喉咙里面很多痰，一呼气的时候就可以听到咕噜咕噜咕噜作响的声，那就是寒痰停于胸膈、肺部引起的。所以这个是寒痰。那么治疗原则，对于这种病人治疗原则，他有没有明显的表症哦？没有明显的表症，总是有表症，但是也不是很明显，或者是有轻度恶寒或者是头晕这些症状呢，有一点表症，但是不算很明显。所以这个时候治疗原则应该是宣肺、散寒、降逆、化痰，针对这个寒饮来用的，用射干麻黄汤。射干麻黄汤里面，它有射干、麻黄、五味子、细辛、生姜、半夏、冬花、紫燕、大枣，这一条方也是很常用的那么这里用射干用来干什么呢？是咽喉痛来治疗咽喉痛吗？不是，它是用来祛痰利阴的，祛痰的，开痰解祛痰，不是用来治疗咽喉痛。如果有咽喉痛也可以，更好。那么麻黄呢，是宣肺、散寒、平喘的平喘的，主要呢用麻黄来平喘。五味子收敛肺气，细辛、生姜、半夏是散寒化饮助寒饮的。紫燕、冬花用来干什么呢？温肺止咳。凡是有寒饮郁肺，
都可以用到这2个药。就包括我们现在秋天了，秋天很容易造成一个咳嗽，因为它是秋燥，是吧？容易引起咳嗽。那么秋燥是一种燥邪，但是燥邪它又分为2种，一种是温燥，一种是凉燥，是吧？那么紫燕和冬花用于哪一种呢？用于凉燥的。咽喉、鼻子、口都感到很干，可是呢咽喉痒的，而且呢病人有比较明显的恶风的，咳出来的痰呢又白色，而且是多而黏的，比较黏的，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凉燥了。这个凉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它了，紫燕冬花。那么这个病人因为他是肺家有寒肺家有寒，所以用紫燕冬花来温肺止咳，它又不会很燥，不会像干姜、半夏、陈皮这些2陈汤那么燥所以对于这种有寒邪在肺的，用这个紫燕冬花最好。细辛，你不要看它它一方面可以辛温解表，第2方面止咳很好的。半夏生姜也是散寒止咳祛痰的。大枣、调和安中调和诸药。所以这个射干麻黄汤呢，是我们临床上最常用的一条方，特别是在冬天、秋天、冬天和这个冬春季节这段时间的感冒咳嗽有的人还会合并有咽喉痛，咽喉痛也可以这个就是射干麻黄汤症。那么临床上呢，我们怎么进行加减呢？如果这个病人有明显的寒痰在里的，那么病人出现咳痰清虚，不得平卧，胸部很胀闷色质淡红，脉浮紧，有这些现象，那就是射干麻黄汤的实验症如果这个病人咳痰多，但是比较黏有时候很容易出，有时候很难出甚至有的病人出现轻微的喉咙痛、咽喉痛，说明里隐怎么样了？化热了，有点化热了。这个时候可以加上什么方呢？这个小陷胸汤。大家还记得小陷胸汤有什么方吗？小陷胸汤连下楼，宽胸开膈地痰稠，是吧？连下楼就是说黄连、半夏、瓜蒌，因为黄连呢很苦，所以我经常就不用黄连。病人吃了黄连呢，他就感到口里面很苦，有时会想吐的。用什么呢？我用黄芩来代，黄芩代黄连，然后半夏、瓜蒌同用。那么对于咳痰多又不爽的，又比较粘稠的，你就用小陷胸汤加进去，效果非常好所以我们临床上灵活一点，不要将射干麻黄汤一条药就这样抄下去，抄下去以后呢，它明明有点化热了，我们也不进行加减这样呢就会影响到你的疗效所以你看准了这条方一吃下去，很多病人呢他说吃1剂
第二次到回来看病的时候，他说医生，我吃你一剂药，当天晚上我就不咳了，或者是气喘明显减少了，2剂药基本上止喘了，真的是有那么好的啊？这个就是寒痰在肺的一个症状和治疗。刚才讲到射干麻黄汤，有一个小孩15岁，自小呢就经常会哮喘的啊，尤其是天冷的时候，他就发作。一发作的时候呢，呼吸急促、气喘、胸闷、咳嗽，还有呢痰多啊。严重呢，不单只是咳痰，而且引起呕吐，不能够安卧，不食饮食，脉是滑的，舌苔呢是白的。那么这个病人，你看，一遇到寒冷的时候他就发作。第二呢，他的咳痰呢是多的啊，甚至是引起呕吐的，还有呢胸部胀满，胸闷胀满，不想吃啊，不能安卧，就是睡觉呢不好。这个睡觉不好是因为心阴不足吗？为什么会睡觉不好呢？痰饮积于胸中，寒痰积于胸中，一睡觉睡着的时候，平卧的时候，饮邪它就上升啊，引起他气喘，所以他是最好是半卧位啊，平卧他就要咳嗽气喘的。所以从这个症状上来看，它完全是一个寒痰的症状，是吧？寒痰的症状。那么这个病要怎么分析呢？就是寒饮流肺，久而不去，自幼就有了啊。发病哮喘呢，是遇到天气转冷的时候，它就要发作了，这也是寒痰的表现啊。所以对于这个病人呢，用温肺散寒、祛痰行水的方法，用射干、五味子、麻黄、细辛、半夏、干姜、杏仁、贝母、茯苓、莱菔子、厚朴。为什么要加莱菔子和厚朴呢？胸闷是一个症状啊，就是因为有胸闷，就痰饮中阻。还有呢，单用这个，因为它痰多啊，胸闷痰多，有时候还有这种呕啊，是不是啊？所以说明它痰饮内盛，所以呢，将干姜改为呢，用生姜改为干姜。其次呢，加一个厚朴和莱菔子下去。厚朴有什么作用？下气除痰，是吧？还可以止呕，是吧？厚下淋汤温病的，它里面用厚朴啊，就是它有芳香化湿、下气除痰、止呕的作用啊，所以要加。莱菔子呢是针对它咳痰比较多啊，咳痰比较多，所以呢就进行适当的加减。